哟，我是永琪，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人人都应该知道最适合你的麦克风。我的影片主要是分享网络创业、网络赚钱、YouTube 频道运营的方法及经验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，请你务必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记得打开全部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各种赚钱的方法及机会。很多人在做自媒体创业的时候，都会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收音。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及到，录制影片收音很重要，不好的收音影响使用者体验。那么不论你的影片内容多么精彩，如果观众的使用者体验不好的话，那么观众很快就会跳走，你的影片观看时长就会很短。今天我将会详细说明各种麦克风的种类，以及各种适合录影的情境，来帮助你选择适合的麦克风，以免你花了冤枉钱买了不对的麦克风，还舍不得更换适合的麦克风。影片最后我会建议你们初学者最适合入手的麦克风，希望能解决你们收音的问题。相关连结我会放在影片说明栏内。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过，录制影片的重点之一就是收音。收音有关的3个重点如下：一、收音空间，各种环境有各自适合的麦克风。2、讯源品质，正确使用麦克风收音。3、防喷罩，电容式麦克风必备防喷罩。麦克风以物理构造来分类有2种：一、电容式麦克风； 2、动圈式麦克风。一般来说，电容式麦克风的特色为敏感度较高，能收录的声音细节较多，这也是很多人认为电容式麦克风比较好的缘故。但现实上，麦克风的选择还是要看使用的环境和需求，来找到最适合的器材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收音的敏感度是双面刃，如果你的录音场所有许多噪音，那么电容式麦克风因为敏感度较高，所以也会帮你录进全部的声音。这时我们要考虑麦克风的指向性。什么是麦克风的指向性呢？就是麦克风的收音方向，各有不同的用途。常见的麦克风指向性有下列5种：一、全指向； 2、八字形指向； 3、心形指向； 4、超心形指向； 5、腔形指向。来说明一下上述5种收音指向的个别用途。一、全指向，通常作为领夹麦，上课用或多人开会用。优点：不需特别调整收音方向，能一次收录整个环境的声音。缺点：容易受到不想要的声响干扰。2、八字形指向，能够均衡的收到0度和180度的声音，左右两侧几乎无声，适用于2个人的访谈节目，能够均衡收到双方的音量。自弹自唱时，一侧录人声，一侧录乐器。优点：录音方式变化大，声音自然。缺点：容易爆音，有进奖效应。进奖效应是指麦克风距离声源越近，接收到的低频也就越多，会降低声音的清晰度。很多歌手在演唱时，为了增加声音的饱满，使声音更有磁性，常常还会故意接近麦克风，以制造更多的低频。3、心形指向，能够很集中的收到麦克风前侧的声源，适用于人声录制或现场表演。心形指向也有十分明显的进奖效应。优点：适合嘈杂的环境，不易受到干扰或 feedback。缺点：有十分明显的进奖效应。4、超心形指向，超心形指向与心形指向很类似，但收音范围更集中，对侧面声源更不敏感，所以更不容易被干扰。但超心形指向也会些微的收到正后方声音，则需注意麦克风摆放位置正后方有无其他的声音来源。优点：声音敏感区更窄，对左右两侧干扰更小。缺点：要注意麦克风正后方有无声音。5、腔形指向，像是最极端的超心形指向，有着最窄的收音指向性，对于环境音的干扰最小，一般用于户外录影使用。优点：干扰最小。缺点：对于手持麦克风收音的技术有严格的要求。说明麦克风的收音方式后，我再以常见的使用情境分类一下。很安静的室内录音，任何麦克风皆可。
但还是建议以人声为导向的麦克风为主。2. 有点噪音的室内录音，建议以心形指向电容式麦克风、超心形指向电容式麦克风，还有动圈式麦克风。很嘈杂的环境，建议以腔型指向电容式麦克风、领夹式电容式麦克风，要配防风罩。不同的指向性有各自适合的场所。我个人是以麦克风的缺点去考量要选择的麦克风，针对需求去选择适当的麦克风，才不会白花钱得不到想要的成果。那么有没有多指向性功能的麦克风？有的， Blue Yeti 及 Blue Yeti X 这2个电容式麦克风有4种指向性功能。在选择麦克风时，也要考量未来增添相关录影设备的收音孔位，这样才可以最精简的投资相关设备哦。毕竟我们都还在创业初期，能够节省相关开支也是很重要的。麦克风的接头方式有3种： 1. 3.5mm 耳机孔，适用于一般相机及录音笔； 2. USB 连接孔，适用于电脑及专业相机； 3. XLR 端子，适用于专业音响器材。 USB 麦克风直接接电脑，省钱方便，但 Windows 电脑不能接2支麦克风，所以如果是有来宾的节目，必须使用音效界面接2支 XLR 的麦克风。在影片下半部，我来分享最适合初学者入手的麦克风，还有如何使用 XLR 端子的麦克风，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然非常可惜哦。我建议最简便的入门选择，主要以电容式麦克风为选择方向，以个别使用情境来各自建议。我的选择方向主要以入门款再高一级的麦克风为主。等一下画面上的价格为网络上查到的参考价格，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。1. 室内录音 Blue Yeti Blue Yeti X Shure NV7。 2. 户外录音腔型指向电容式麦克风 Rode Video Mic NTG Rune F1 SP。 领夹式电容式麦克风 Rode VRESCO Rune F1 LP。 以上的建议是让你减少误区，但并不是叫你们一定要照我说的去买，选择有口碑的品牌就可以。较有口碑的麦克风品牌有铁三角、Shure、AKG、纽曼等。接下来说明如何使用 XLR 端子的麦克风。前面有提到，如果要使用2支以上的麦克风，必须使用 XLR 端子的麦克风，而使用 XLR 端子的麦克风必须透过音效界面，又称音效卡或声卡。音效界面究竟是什么呢？音效界面不但能把乐器及人声直接输入到电脑里进行储存或者混音，也能够在录制的过程中进行监听，为的是确保录制的音质能接近录音室的效果，是踏入专业使用者的必备装置之一。所以要用电脑录制 XLR 端子的麦克风，必须要有声卡加卡农线加麦克风加录音软体。如果麦克风的阻抗较大，例如 Shure SM58 或 Shure SM7B 等，还需要加装麦克风前级扩大器，这需要换向电源供电。一般中阶以上声卡自带此功能，在声卡上有看到 48V 即是换向供电。至于为什么叫换向供电，因为是透过麦克风的卡农线来供应电源，这在以前是很神奇的事情，所以叫做换向供电。如果使用 XLR 的电容式麦克风，也需要开启换向供电才能使用。但如果你是使用动圈式麦克风，那么不能开启换向供电，否则会有损害麦克风的可能性。目前我在使用而且推荐入门的设备如下： XLR 动圈式麦克风、SEV7 声卡、凹顶 ID14 MK2 麦克风前级扩大器、SE-DM1 麦克风卡农线、声鼓 SKMT 卡农线非常重要，我换了以后声音差非常的多。目前我在用的录音软体 Logic Pro，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各自选择喜欢的录音软体，网络上有许多的教学。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如果使用手机录影，有没有可以适合的麦克风？Blue Yeti Blue Yeti X Shure NV7
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来收音，但缺点是3支麦克风都太大支了，不方便带着走。要小巧一点的可以用领夹麦，但领夹麦的音质不够厚实，我不推荐使用就是了。请你们分享一下目前正在使用的麦克风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请给我一点鼓励，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。帮我按个赞，帮我分享，并且留言告诉我你们从事 YouTube 创业了吗？最后请你们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，拜拜。